奖值已突破200亿联邦币，胜者将获得联邦第1军事学院的面试邀请函。200亿，面试邀请函。天哥，别看总决赛做梦了，快上线，哥带你飞一把。没空。爸妈，5年了，这真的是你们留给我的最后的东西了吗？身份 ID 给。信息确认无误。进去吧。你只有1个小时，记住，不该碰的东西别碰。明白。门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几声压抑的咳嗽。爸爸的书，他总说这些比机甲理论有用。这是父亲留下的暗号吗？天天，记住，这是咱爷俩的秘密基地标志，以后看到它就说明有宝藏。是爸爸的暗号。还有5分钟。爸，你到底留了什么给我？完了，来不及了。抱歉，手滑了。他的视线被地上的树吸引，收拾好了就出来，手指碰到了什么？抽出来，塞进裤兜。走吧。这不是银行卡。爸妈，你们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淘汰技术，第1代军用核心神经元接驳晶片。警告：该技术因存在极高的精神伤害风险，已被联邦安全法案列。任何非军方授权的持有、研究或使用行为均构成。重罪，禁用品。爸，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联邦最优秀的军人，留下最高级别的禁用品。爸，这东西的背后一定有秘密，我必须搞明白。如果是这种老古董，那就只有一个地方可能还有。看这电线别炸了，啥玩意儿？10多年前的老古董，早当废铁容了。老板，这个头盔怎么卖？好眼光，这可是古董，一口价5万联邦币。5万，不如去抢。嗨，老板你太黑了。算了。哎，别走啊，价格好商量。2000，跳楼价了。你再走。欢迎来到炼狱。妈，我来了。欢迎来到炼狱鱼。欢迎来到炼狱鱼。这是什么复古游戏？连个新手教程都没有。刚才被撕裂的痛感还留在神经里，这不是游戏，这是折磨。来吧，1次、10次、100次，有一刀杀死你！我要赢！
岁的折磨。爸妈留下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怕了你8遍电话了，你该不会是怕了吧？怕了就叫声胖爷，我错了。天哥，还是这台破烂。准备好，被我3分钟解决了吗 ？Fight！ 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动作我看清了，每一个细节都看清了。原来可以也是这样。再来！不信这个邪，大宝，这次我一定把你打出来。天哥，你真是有天，不是机甲变强了，也不是他变弱了，是我的意识，我的反应速度比他快了太多。李天，这已经不是游戏，这是爸妈留给我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机会。以前是我怕你，现在该轮到你怕我了。来吧，怪物，让我看看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死亡，复活，第99次了。我看见你的弱点了。还以为会头痛欲裂，在炼狱狱里被虐杀了一整晚，精神力反而被淬炼了，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疯人院。天哥，早啊！你看我为了上分熬了个通宵，感觉快猝死了。你该多锻炼了啊！锻炼什么？咱们学校的女神，天皇集团的大小姐苏琉璃，王者段位的大神。唉，真是2个世界的人啊！2个世界吗？天哥，别看了，苏琉璃是天皇集团的大小姐，她爹又是联邦议员。你虽然跟她是青梅竹马，但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以前或许是没必。很多人以为机甲风暴只是游戏，那就大错特错。游戏里你们遇到的每一种机兽，都是以100年前第一次空间冲击中真实出现过的异空间生物为原型，1比1复刻。他们的攻击模式、弱点全都记录在联邦的最高机密数据库里。而这款游戏是联邦为了应对下一次空间冲击进行全民备战的超级训练场。任何在赛季末达到荣耀王者段位的公民，都将被授予一台真正的制式军用机甲，并获得优先加入联邦王牌军团的资格。就这个名字，炼狱里的怪物竟然是真实存在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全体都有登录机甲风暴教学专用服务器。真好，就用你来验证一下，炼狱到底给了我什么。看清楚了，这就是撕裂者，他的利爪能轻易撕开你们的装甲。新兵首次对抗他的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30秒。现在3人1组，自由组队开始。喂，那个训练机疯了吗？快回来！你想死吗？慢，太慢了，和炼狱狱里的比起来，简直像是在做慢动作回放。太爪的意图、重心转移的方向、装甲的薄弱点，所有破绽都一清二楚。现在，女铁，你在干什么？推到极限。他这是去送死了。压上千次死亡换来的绝对弱点。原来炼狱根本不是游戏，是一个比这里更真实的战场。爸妈，这才是你们留给我真正的遗产。
白色机甲，这招收尾利落。他竟然一招就斩了撕裂者。琉璃，你真是太强了！我们俩联手，将来一定是联邦最强的王牌组合。说话算数啊！看得我尴尬挨豆腐。你说什么？啊，没什么。赵豪，在我的课堂上收起你的武器。哼，两个青铜段位的垃圾，也就只敢在背后嚼舌根，有种过来打我啊！天哥，别冲动，他改装过。我跟琉璃说话，有你这种废物插嘴的份儿吗？哦，差点忘了，你暗恋琉璃这事儿全校都知道。羞辱我可以，但是绝不能侮辱我的父母。赵豪，我向你发起。哈哈哈，我没听错吧？你一个青铜五要跟我这个准王者决斗，好，太好了！我正愁没机会当着全校的面，把你这个废物彻底踩进泥里。荣耀决斗，他疯了吗？卧槽！荣耀决斗一旦发起，不可拒绝全校直播。输的人所有段位直接清零，还要记入个人永久档案。天哥，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他爸是校董，他的机甲是花了几千万改装的顶级货，你怎么跟他打呀？大不了就是从头再来，但有些尊严比段位更重要。这还用打吗？我看那个叫李天的撑不过30秒。哼。他是想用这种自杀的方式博取眼球吗？太蠢了！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吗？决斗开始。哼，运气这么好。可能，我的攻击，他怎么可能全都躲开？这不是巧合。太慢了，意图太明显。俄扩语里的怪物比你的动作破绽百出。机会。怎么可能？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这么有潜力？不要杀我！我认输，我认输了！求求你！刚才那个画面是什么？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眼花了！青铜五把准王者段位的赵豪给秒了！这不是秒了，这是公开处刑。那个叫李天的到底是谁？不可能！我是准王者，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废物？不可能！天哥，我嫡亲哥，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你看见的，他自己露出了破绽，我只是抓住了。破绽？那你必招！刚才脑子里闪过的那些画面。爸，李天同学，立刻来我办公室，马上！是我。很好，你让我那个废物弟弟在全校面前丢尽了脸。又来一个吗？很好，想动我，那就试试看。我需要更强的力量。检测到高强度、高压实战数据，使用者精神共鸣频率达到临界值，正在解锁新功能模块。战斗复盘功能已解锁。地震的呼吸声战斗复盘，赵浩、赵峰就在这里。无效机动，浪费能源3.7%，机体负载增加1.2%，情绪化迟疑0.5秒，错过最佳反击窗口，最优攻击路径，3招之内可摧毁其行动力。我竟然犯了这么多致命的错误，我以为我赢了，在系统眼里却是一场如此丑陋的胜利。这个系统，它不只是在辅助我，它是在教我如何进行完美战斗。那么，面对赵峰，我的胜算有多少？模拟对战目标，检测到模拟请求，目标数据严重不足，无法进行完美模拟。是否根据现有数据进行推演？是。炼狱模式。开那种垃圾配进王牌预备班，哼！张老师怎么想的？中了狗屎运，赢了个废物，就真以为自己是天才了吧？都给我听好了，别管他是什么段位，开的是什么破烂。老师，我这是命令。你在干什么？立刻跟上我的节奏进行火力压制！你的打法太花哨，浪费时间。那台机甲的右侧推进器在转向只有0.5秒的降速，可以直接废掉
站住！你那种粗野的打法只会拖累整个团队。我不管张老师为什么让你进来，但如果你不能学会配合，就自己滚出预备班。赢的打法就是好打法。但我们输了，那是配合的问题，不是打法的问题。配合，我的打法真的错了吗？我的战斗方式是系统推演出的最优解，而他的战斗方式是教科书式的精英战法。到底哪个是对的？既然能模拟数据不足的赵峰，那拥有完整对战记录的他，是不是也能模拟？检测到高精度、完整的战斗数据模型，条件满足，新模式解锁，10%、50%、100%，生成完毕。苏琉璃，就让我看看。关机了，这我任务又取消了。可恶，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教科书一样完美，毫无破绽。真不对，等一下。他每次用玄神斩之前，所进的姿态稳定器都会有0.1秒的能量预热。为了追求动作的完美，反而暴露了必然的巨能痕迹。哦，就是这对队。好。天才组合，今天准备几分钟投降？这次跟紧我，别再做多余的事。好。挡住了我的死角。他预判了苏琉璃的变招，哇，他是在引导。同步率98.7%，这怎么可能？这个家伙到底怎么做？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天哥，出大事了！你看，学校论坛，赵峰向你发起生死决斗了。这是联邦前几年才退役的军用突袭型机甲。生死决斗吗？正合我意。一天接了赵峰的生死决斗，开什么玩笑？用那台破烂训练机去打联邦退役的军用机甲暗影猎豹。我赌1包营养剂，他撑不过30秒。30秒？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开机动作做完，他就已经死了。天哥，李天，我命令你立刻取消决斗。这不是荣誉问题，这是送死。装备的代拆是根本无法用技术弥补的。天哥，你别冲动啊，那可是军用机甲，真的会死人的。我可以用我家族的名义为你调来一台同级别的军用机甲，这是你唯一能分析所有数据，用你全部的技能，给我模拟出暗影猎豹。目标数据模型超出标准模拟极限，强行模拟将对使用者造成巨大的、不可逆的精神负荷，极有可能导致永久性精神损伤。是否继续？精神负荷已达95%。危险！危险！生物体正极不稳定，建议立刻强制中断。来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来了，世纪虐杀要开始了！你们说那小子能撑几秒？我赌10秒。废物，准备好为你那可悲的尊严付出代价了吗？别担心，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快，我要一寸一寸拆了你这身破铜烂铁。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反击？这样下去只会被活活耗死。什么？没打中吗？废物，瞄准器都是坏的吗？哈哈哈！打不准，那就继续让你失去冷静。够了，游戏结束了，给我去死吧！再忍一会儿，腿上的压力快要爆表了。好准！脚砸中，你找死！猎豹，慢下。游戏结束了，给我去死吧！左腿散热系统过载，右臂液压管压力异常，传感器阵列信号紊乱，引擎强制进入安全模式。就是现在！爸，你留给我的东西，我没有辜负它。你看到了吗？是你吗？回话，爸，天哥，你还活着，太好了！李天，18岁，父母前联邦1级技师李振国、林兰。 5年前，在第7号异常区执行任务时失踪。
你在决斗中使用的部分战斗技巧不属于任何已公开的教科书范畴，其中有几个动作我喜欢看一些老旧的战斗录像。因本次决斗涉及违规流入民间的军用及机甲暗影猎豹，我局将封存所有相关数据及机甲残骸。你父亲李振国是个英雄，英雄的敌人往往比怪物更可怕。他认识我父亲，他话里有话，英雄的敌人。难道我父母的失踪根本不是意外？炼狱，回答我，刚才那是什么？测到微弱的、来源不明的加密外部信号，正在尝试与信号源建立共鸣，共鸣失败，新功能已解锁，信号增幅。注意，每次使用将消耗巨量精神力，并有极高概率暴露使用者当前物理坐标，请谨慎使用。年轻人，你的天赋，连我那个眼高于顶的女儿都为之惊叹，这很了不起。加入天皇集团，这台最新型号的晨曦就是你的。我们有最强的后勤团队，最顶尖的工程师。我会保送你进联邦第一军事学院，未来你将是我女儿身边最可靠的左膀右臂。风很复杂，而且非常危险。在我父亲这里，你能得到最好的资源，并且安全的变强。安全的，或许就意味着永远也碰不到真相。感谢您的赏识，议员先生。但是，我想走我父亲走过的路。我想知道，他们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年轻人，你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你会后悔的。集团就等于选择了一条最艰难也最危险的路，可我别无选择。这是冷月放在我病床上的联络器。苏琉璃说的对，军方很危险，但是只有那里才藏着我父母失踪的真相。很好，那就听我说。情报局，我们不招收普通学生。现在向我证明你也是个怪物。这是第7号异常区的部分战场环境数据，在里面活过10分钟，我就给你一个参加选拔测试的资格，看我怎么活下来。毫不犹豫地将数据包导入了炼狱系统。警告：导入的战场数据包含高强度精神污染信息，模拟环境将极度不稳定，精神力消耗速率将是正常模式的320百分比。欢迎来到第7号异常区域模拟。时间才走了30秒，如果连模拟都撑不过，还能谈得上活着吗？剩余复活次数3。能再像以前一样，只靠反应去单打独斗。这里的怪物行动统一，配合默契，他们是一个军队。既然是军队，就一定有指挥链。找出他，然后先斩首的就是你。指挥官，擒贼先擒王，先干掉你，受潮就会乱，就是现在。是针扎一样的，精神力快耗尽了，还能再杀。第一次进入第7区的模拟环境，不仅活了下来，还精准地找到了指挥单位奸枭者的弱点，并且实施了斩首战术。运气吧。你这家伙真的是个怪物。怪物？恭喜你，李天，你通过了初步测试。现在欢迎来到怪物的世界。联邦国防部直属。喂，新来的，你是走错地方了吧？这里是地狱犬选拔营，不是废品回收站。琉璃小姐，没想到您也来了，能和您并肩作战，真是我的荣幸。你真的来了？你知不知道这里的选拔死亡率超过50%？那你为什么来？因为我不想再被你甩在身后。都给我安静！欢迎来到地狱，在这里，你们之前的家族、财富、荣耀，全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你们要学的只有一件事：活下来。现在公布你们的第一次实战演习任务。去龙三角角，那里最近出现了和第7号异常区类似的能感。山头中心部署探测器。情况变了，这不是演习。走，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所有学员立刻登机。我们有客人了！重复，我们有客人了！可别第一个死了，给我们地狱犬小队丢人！炼狱，根据刚才侦测到的热源信号进行战斗推演。任务合上了，放弃原定计划，所有单位紧急离机。控制不住了，该死！坚持住！暴雨般的撞击声，机甲外壳被砸得火。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是队友。什么声音？
那是什么东西？炼狱系统里没有他的数据，这绝不是机兽。绝境协议，这是……不是演技，逃！立刻逃！数据库完全没有记录，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这是什么？跟我走！不要开火！这一击的威力，这一击的威力！放弃模拟，开启实时演算，计算他的一切行动模式，找出逃生路线。李天，你在干什么？这样太慢了，会被。他不是在乱跑，他在预判了那头怪物的所有攻击。站住，再一步！前面是悬崖，跳得够快。李天，爸妈，我尽力了。他的弱点是高频共振。你疯了吗？差点就死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高频共振，我把通讯器调到那个频率，他为了那0点几秒，你差点把命都搭上。爸，你刚才到底想对我说什么？你的精神力会耗尽的。使用此功能将消耗全部剩余精神力，并且大概率确认。50百分比，99百分比，解谜完成。我失败了，普罗米修斯彻底失控。他们唯一的弱点是他们的学习网络。用特定的污染频率可以暂时瘫痪他们。李天，你到底怎么了？你看到了什么？到处都是怪物，我们被包围了。想活下去吗？把你的机甲能源全部给他，这等于把我的命交到了他手里。你要干什么？没有能源，我的血皇就是废铁。1，我们一起死在这里。2，相信我，我们或许能活下去，还能救回他们。我父亲的资料里有对付他的唯一方法，但需要巨大能量驱动一个特殊装置。没时间解释，3秒，做出决定。3、2。好，我赌一次。炼狱调用普罗米修斯档案，以本机通讯系统为基础，能源。谁？快来救我们！我们快撑不住了！雷诺，是我，李天。李天，太好了！你还活着，我命令你立刻过来支援。闭嘴！想活命就听指挥。一个开训练机的废物也敢命！你还有10秒，我听。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求求你，救我！苏琉璃，重启备用能源。雷诺，你和剩下那个攻击他的所有关节，用火力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明白？就是这里，后勤报告里提到的唯一的结构弱点。他的动作怎么可能？他好像完全预知了这怪物的行动模式。这不是战斗，这是解剖。他早就知道这头怪物的每一个动作和弱点。就是现在，所有人集合在能量洞。那个我们一直嘲笑的废物，指挥我们杀死了一头怪物。自爆程序已启动。10、9，是自毁程序，快跑！这个距离，来不及了。必须把他推下去。动啊！快给我动啊！都别乱！苏琉璃，带他们退回山洞，那里能挡住冲击。明白？那你呢？我要拿到核心数据。李天，回来！父亲说过，自毁前会传一次信号，只能现在。数据流开始强制下载，15百分比，下载进度。他死了。一个人解决的。这不是报告，是父亲真正的留言。天天，我的孩子，当你听到这段话，说明你已经走上了我最不希望你走上的路。我没能阻止普罗米修斯，而这仅仅只是他们真正的巢穴，那个失控的根源不在地球。听着，带着炼狱去那里，去方舟空间站，找到我的老战友，代号独眼，他会告诉你一切。记住，我们的敌人一直在看着我们。这是地狱犬小队正式队员的徽章，你可以告诉我了。爸，我来了。
天，复盘数据显示，你在龙三角的每一次攻击都精准命中了。捕食者的结构弱点，这些数据联邦数据库中不存在。这个问题，在我脑中的连域里，已经预演过1000遍了。是直觉。脑子里似乎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那瘫痪怪物的异常声波呢？训练机甲没有这个功能。情况紧急，我只想把通讯器功率开到最大求救。求救，没想到引发了超载，只能说是运气。不管过程是直觉还是运气，结果是你救了所有人。地狱狼，还是说是更好用的工具？京军事委员会决定授予李天学员联邦勇气勋章，并正式任命你为地狱狼第一特殊行动小队队长。雷诺、苏琉璃，李天为第一特殊行动小队队长。队长，队长，挺起来！队长，听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你对他们说的不是真话，那不重要。什么才重要？如果我说我能带你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来吗？我根本等不了那么久。李天，给你一个机会。什么机会？一个能让你名正言顺接触方舟空间站核心机密的机会。联邦最高模拟对抗赛，神之棋局马上开始，冠军可以向军部提出任何权限内的要求。普罗米太子，没听说过。归界再去上普罗米修斯计划总负责人的独生子。普罗米修斯，终于找到你了。20岁，精神力 S 加级，这是他半年前的测试录像。他的战斗风格可以用2个字总结：完美。他的机甲天命是特工机型，是联邦最顶级的实验机。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普罗米修斯计划的部分权限，能让他发挥出这台机甲120%的性能。是联邦最顶级的实验机。这他妈怎么打？他爹就是总负责人，他肯定知道所有机甲的弱点，这比赛根本不公平。所以这次神之棋局考验的不是机甲性能，而是总指挥官模式。他能预判我们的预判。荒府惊云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自负，他追求完美的胜利，鄙视一切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运气笔记和野路子笔记。光靠战斗直觉和野路子赢不了那个追求完美的怪物。破解数据包需要3600小时，我没有时间。如果这数据放弃破解程序，把这个数据包当成系统升级补丁，立刻强制吸收。警告：未知数据包与系统核心逻辑存在97.3%。警告！是否确认执行？我父亲留下的东西绝不会害我，他一定有他的用处。执行！留下的东西绝不会害我，他一定有他的用处。执行！神之视角，荒府惊云，你的完美在我面前将无所遁形。对战李天小队 VS 荒府惊云小队。错了，这不是模拟，这是预测。他在根据所有数据推演出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无数种结果。我能看见未来，要用完。若想赢他，就必须用绝对的混乱和疯狂来彻底污染他的完美。你带第1分队，开场3分钟后全速冲向坐标第7死亡峡谷，抵达后原地待命，不许还击。队长，第7是死亡峡谷，让我们去那儿待命，跟送死有什么区别？苏琉璃，你带领侧翼分队，放弃所有战略高地，全体收缩到 C3本地。放弃高地等于放弃视野，我们会变成活靶子。这是命令，执行。开什么玩笑？他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不是预判，这不是预判，这是……所有高地被清零，接下来收网。你到底是怎么预判到我每一步棋的？运气好而已。用以前被我的命去换一个平局，真是难看到极点。你就是李天。我听说过你靠运气和蛮力上位的野狗。比赛那天，我会让你亲眼看看拉奇。一群废物的命去换一个平局，真是难看到极点的挣扎。你就是李天。我听说过你靠运气和蛮力上位的野狗。哼！操！什么东西？太小！骂吧，吼吧。你越是愤怒，越是自负，就越会掉进我为你准备的疯狂陷阱。众朋友们，神之棋局赛正式开始。黄埔精灵选手的蓝色方布局堪称完美，是教科书级的推进。可是他的对手黑马李天选手的红色方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开局杀，这是毫无逻辑的自杀式冲锋。你的棋盘太干净了，战术战损超过50%。李天选手疯了吗？我点攻占。巧合？我们来看，李天选手又在进行奇怪的交换，他用一个精英小队换掉了对方3个杂兵单位，这在战损比上是血亏啊！不对劲儿，
这家伙的每一步都毫无章法，但每一步都像一根针扎在我最不舒服的地方。还不够乱？你的棋盘太干净了，我要把它彻底搅混，就是现在。等一下，那些图标是之前被他换掉的单位，那不是平原，那是坟场。星云主力部队全军覆没。不可能，我的计算，我的完美伪。若可能出错，你的计算没有错。什么？错的是，你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了棋手。我不是来下棋的，我是来升级盘的。报告长官，方舟空间站刚刚发送了最高级别求救信号，内容是我们看到了。神，后续呢？后续信号就完全中断了。明白，所有人立刻进入1级战备。新的王者诞生了，太子陨落，黑马李天登顶。方舟空间站出事了。我听到了部分求救信号，他们说看到了。神，那是信号干扰下的误读。3分钟前，方舟彻底破译后的核心内容呢？只有一个词：普罗米修斯。并且，我要求作为第一批战斗人员亲自参与此次行动。我同意。情况紧急，李天刚刚证明了他的战场价值。复议。4小时后，救援行动就黎明就获批。他启动战场推演，目标设定为旧方舟空间站，内部突围战战。无论那里变成了什么地狱，爸，我都要找到独眼剑，拿到你留下的真相。结构图，非官方版本，能救你的命。谢了。活着回来，你还欠我很多解释。黎明号穿过蔚蓝的大气层，进入死寂的宇宙。在月球巨大的阴影里，庞大的方舟空间站静静漂浮，没有任何灯光与信号。该死，这鬼地方滑不溜丢的！怪物，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以前肯定进行过秘密的太空训练。训练？不，在炼狱里，我已经在方舟的模拟空间里死了几千次了。你一直在透支自己，还没到方舟，你可能就先垮掉了。我怕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是比地狱还要糟糕100倍的现实。报告舰长，航线前方发现失联的联邦科研传探索者6号。保持安全距离，进行远程扫描。结构完整度91，但未侦测到任何生命信号，也没有能源反应。它像一座太空坟墓。长官，已成功进入探索者6号的舰转黑匣子，正在下载最后一段舰长日志。沙沙的静电声，他们来了，从方舟州来的。天哪，他们不是生物，他们是一种病毒，他们会感染机械。父亲留下的资料里根本没有这一条。我的战场推演从一开始结束。我的战场推演，那艘船的灯亮了。黎明号，情况有变，但原计划不变。按照 A 计划，从7号民用港口进行对接。我们对内部情况一无所知，一切以安全为重。明白。方得永生，欢迎来到新的1点元。管道内电磁风暴强度是安全值的500倍，从那里强行突入，机甲折损率会超过70%，这是自杀行为。报告，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都听着，这里不是训练场，在零重力下，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足以致命。进入管道后，不要管什么狗屁队形，第一要务是活下来，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地狱狼出击！战场推演，用尽我全部的精神力，给我找出一条生路。推演成功率低于1%，正在强制执行。黎明号彻底失联了，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这是什么？别写！队长，谢谢你。他又在使用那种不要命的激动方式了，他的身体真的撑得住吗？难道父亲的线索是假的？那他的又是谁？听到了吗？我操，这东西在动！全部注意方位，背靠背，安全区根本不存在。
这不是孵化场，是屠场，他们要出来了。我们被包围了，这地图是假的。冷月，他出卖了我们。闭嘴！冷月不会这么做。更像是有人在我们出发后篡改了他的地图。战场推演，推演这个陷阱，谁设的局？目的是什么？父亲的留言，冷月的地图，墙上的血字，给我找出破绽！这个陷阱不是捕食者设的，是人，是皇甫惊云。什么？他篡改了冷月的地图，把我们引到孵化场送死，是实验室的生物废料。所有人照9点钟方向的墙壁集火，用尽所有弹药，给我炸开一条路。系统1基因匹配，确认为李正国之子，解锁最高权限。李正国，你果然来了。正国他没有信错人。听着，孩子，炼狱系统不是他留给你唯一的遗产，他真正的遗产，那个能彻底终结普罗米修斯计划的火种红，就藏在。队长，那是什么怪物？我们打不过的，快跑！跑，往哪儿跑？先锋就在这里。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们亡。苏琉璃、雷诺拼自行阵型，决死冲锋。金属反弹，1后。该死，装甲毫发无伤。金属撞击，墙体破裂。雷诺一直都错了。炼狱的真意不是为了让我变强，而是为了让我适应这种超越极限的痛苦和绝望。炼狱系统进行过载狂暴模式，机甲野兽般的怒吼就在这儿，咆哮声凄厉至极的悲鸣。这一杀，就在他胸口能量换流的0.01秒，破绽，所有动力全给我。我不要！是神！神仙吗？准备回收样本，这里的感染物质有极高的盐。一场足以让联邦最高科学院头痛数十年的生物污染，被他挥手间彻底抹除了。他拿到了火种，他绝不能活着回到地球。启动清洁工协议。是，长官。控制，可以控制那些捕食者。战舰主炮未经授权，正在自行充能。目标锁定了李天队长的休息。是皇甫，他启动了清洁公共协议。他的目标不只是李天，他要毁掉整艘船来灭口。5、4、李天，舰长在尝试夺回控制权，但他需要时间。主炮还有10秒就要发射了。启动。都给我安静点。所有基于普罗米修斯技术的东西，现在都归我掌控。不行，他被锁死了。发生了什么？没事了，舰长，我拿回了船的控制权。果然是最大的那个变数。上将，哼，我只想问一件事：父母的失踪，还有独眼前辈的死，是不是都和你有关系？是又如何？为了人类的进化，无谓的牺牲是必要的。你说的对。我回来了，洗干净脖子，在地球等我。你的权限我会亲自去取。已经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李天了。据悉，李天队长以一己之力净化了方舟空间站的生物污染，堪称联邦百年不遇的英雄。我要知道，你到底是什么？系统是否进入火种源核心记忆数据库？此过程将模拟出数据源留存的人格魔印，可能对您的精神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天天，你终于来了。不必悲伤，我留下的不是执念，只是以引导你的教学程序。火种源是普罗米修斯计划的最终保险，也是一把重置钥匙。核心能力、支配、净化以及……是的，重构是他最强大的能力。只要有火种源作为核心，再辅以足够的能源，你就可以将任何机械物质。他倾尽心血制造的最强造物，不是那些捕食者，而是他儿子驾驶的那台天命机甲。对，那是一台
与火种同源、拥有自我进化和学习能力的恐怖机器。普通的机甲在他面前毫无胜算。想战胜他，你必须用于火种鱼为自己重构一台独一无二的战机。我走的路，哪一步又是可能的？黄福泰，天命机甲，等着我，你的最高杰作，马上就要属于我了。龙军部高层已经被黄福泰渗透，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说辞，并以此为借口下达了最高指令。他们要你和黄埔精云的天命机甲进行一次最高规格的实战对抗演习，来验证你的说法。地点就在月球表面的第7军事基地。这不是演习，这是鸿门宴。黄福泰那老狐狸想在月球上名正言顺地干掉我们。不，雷诺说的对，这明显是个陷阱，我们应该拒绝。我们去。为什么？这太危险了。因为我需要的最后一样东西，他会亲自给我送过来。我不是去应战的，我是去打劫的。现在我来布置战术。雷诺，你的任务只有一个：骚扰。用你最快的速度，用尽一切办法，逼他用出那12枚浮游炮，把他们引开。苏琉璃，你的任务是掩护。等我动手的瞬间，用你最强的火力为我争取3秒钟。只需要3秒。队长，那你呢？你的任务是什么？我负责从那台完美的艺术品上徒手偷走他的心。李天，上次在棋盘上算你运气好，但今天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的那些小聪明毫无意义。来了，左卫，苏琉璃。明白。 3秒，只有。核心到手，阻止他！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机甲同步率100%分比，能源输出300%所有功能模组解锁。这就是盖亚的力量吗？最高杰作还给我，你这只臭虫！这不是你的。李天，小心后方，黄埔太频道接入。李天，立即停止攻击。你不知道那是什么？给地球，也给你一个选择，要么收手，要么我把它埋进月球。我父母的债，独眼前辈的债，所有背着普罗米修斯计划牺牲的人的债。现在到你偿还的时候了。计划有变，黄福太疯了，他启动了最终方案。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方舟空间站的主脑盖亚连。什么？撞击地球，执行格式化。他说那是人类的终极计划。李天，马上结束它。